太精彩了！哎，这现场看比赛太刺激了，最后那2波团战打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是不是紧张都口渴了？来，喝点水。给于老师拿水啊。这次呀，王者特别满意，我觉得晶晶后面的代言徐基本稳了。来，预祝一下好不好？于老师。邱总。邱总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你好。今天一直在忙，刚刚又去给选手颁了个奖，也没把你招待好。你看看您这话说的，照顾的特别的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一进那个贵宾室我就后悔了，我觉得都在下面看着好呀，气氛又直接又热烈。那行，那下次我给你直接安排下面。好啊。没问题，于老师，那您先坐一会儿，我们去谈个事儿。您忙。来，邱总。好嘞，您请，您看谁呢？恭喜美梦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最上路，再次恭喜美梦！请2位移步台下稍作休息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年度最受欢迎发育录，请看大屏幕。乔老师，请您到那边稍作休息，再过半个小时会有一个拍照环节，这边请。那在这一次的入围最受欢迎发育的选手当中有5位，他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类型的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擅长使用幻术类的选手，比如说后羿、鲁班、齐王、黄土、江湖都是没有位移的射手，可是呢，由于高国的气息。晶晶，你的百里守约真的太秀了，是你的本命英雄吗？是啊，真的太准了，尤其是打骑猪那2枪。其实今天呢，我主要是运气好，还有手感比较好。待会儿你们要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，我带你们从安全通道走。好的。林姐呢？她跟小朱去跟王者的人开会了，说让司机先送你回去。哦，你的外套。谢谢。你去拿的？好多人都看着我呢。你的手机。林姐说她还要一阵子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和你不是一个方向，附近有地铁站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别啊，你自己怎么走啊？现在外面都已经疏散了，都在出口处排队呢。不如我叫工作人员带我们走特殊通道好了。乔晶晶同学都这么帅，他们高中颜值是不是要逆天啊？小哥哥来娱乐圈啊，这颜值完全不带怕的，智商这么高，游戏又棒，粉丝说不定比乔晶晶还多。我不服，我不信。晶晶啊，你同学不错啊，智商颜值都有保证，对后代好啊，快
快谈恋爱吧，一起打打游戏，别做单身狗了。你吐槽人家老了，可你也不想想你是他同学，年纪一样啊，人家没给你怼回去，脾气挺好的啊。诸葛亮简直太帅了啊！火焰勇斗好帅啊！我不是小晶晶的粉丝，但是我宣布我被他同学圈粉了。航天设计师又在上海，那应该是宇航研究院的吧？我有个同学就在那，我去打听一下了。想办法把这个热搜撤下来，要快！各种营销号媒体都打招呼，不要提于老师，已经提到的都删掉。我们没刷呀，这是自然上的。我知道，总之不管什么办法，快点撤掉，我不想于途被过分关注。为什么？你都拉他上台了？我不知道他还要回去搞科研，娱乐圈这么嘈杂会干扰他，而且在研究所也不能这么高调。明白了，立刻去弄。哎，于老师要回研究所，没跟你说呀？今天好晃怎么没来啊？他有时口无遮拦，我考虑了下，还是不让他知道你是谁比较好。刚才你在台上说你的职业是航天设计师，你已经考虑好了，打算回研究所了？是的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去西安的时候。好。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？明天。这么快啊？晶晶。我可能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。我以后没有时间再玩游戏了，所以，我大概永远不能送你5连绝世了。我在铁梅地铁站下车吧，这里回去很方便。英姐说一起吃夜宵庆祝一下。我就不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再见。
停车！别动我！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晶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王博士，我梦过星光前一宿，白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。抚琴手肩头，我看过流年与伤口，总会有人奔赴这天长地久。繁华路口，阑珊灯火下，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晶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奔赴这天长地久，繁华路口，阑珊灯火下，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时间不停留，记着遗憾珍藏的野舟，风经过高楼，已无人等候。会不会通向星空尽头？蓦然回首，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，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，触不可及，璀璨的
我倾听岁月温柔。哎，你在泉水挂什么机呀？我去，不是我刚不是死了吗？然后我就切出去了，看了眼微信，于途背着咱们哥几个，悄悄干了件大事儿啊，整个大学群都炸了。呵，什么情况？他去打王者荣耀的比赛了啊，还是跟乔晶晶在一块儿啊？对吧？应该的。哥儿几个在群里说话不方便啊，我建了个小群，你们听一听那个乔晶晶的声音，耳熟不耳熟？我给于途打电话了，他一直没接，要不一会儿再打吧？别打了，明天有情况。快点，点水晶，点水晶。回来了。哎，你居然跟乔晶晶去打王者荣耀比赛去了，怎么回事？而且我听这声音越听越耳熟啊。这难道是大街上随处可见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吧？应该的。再讲不到了。玉彤，你来办离职手续啊？回来上班。真假的？你不走啊？我得告诉小胡他们，我们这顶级劳动力又回来了。玉图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你也不听啊！老胡一个电话，西安去了，也肯回来了。我是你的老师，还是他是你的老师啊？跟胡总没关系，在西安，我自己想清楚了。老胡说，你延长了假期，难道不是因为还有疑虑？不是，当时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。坐坐坐。玉朵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
后来呢，我仔细想过，你们面对的环境和我们那会儿不一样。我们那会儿是难，但是哪行哪业不难呀？大家都一样，反而心里没有落差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年轻人生活成本高了，行业之间的差距大了，这心里怎么能不变呢？我那天对你说的话有点脱离实际，在这点上呢，我今天要向你道歉。老师，但是啊，如果人回来了，这心里还有怀疑和犹豫，反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